五小木屋 X 太神奇了！捷克鸟类生态实体课程热烈招生中，林口、台北皆有场次，欢迎大家踊跃报名。非洲大瓜牛，它是下雨天路上的常客，有时候会不小心被踩到。有些好心的人士啊，更会帮助大瓜牛移到路边，避免发生爆裂的悲剧。不过，这种生物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被说会有很多寄生虫，而且这是一种强势的外来种。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的看看公园里面常见的非洲大瓜牛还有哪些特殊的地方吧。太神奇的杰克马上开始。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爱台湾的杰克。今天的疯狂外来种是孩子们熟悉的动物大瓜牛。它的成体壳长一般为7到8公分，最大可以长超过20公分，颜色主要呈现褐色，壳也还蛮厚的。原产地为非洲东部，但是目前已经广泛的分布在亚洲、太平洋、印度洋和美洲等地的湿热地区。所以说才会被叫做非洲大瓜牛，包括了台湾、澳门、日本以及中国大陆的福建、广东、广西都有可能会看到非洲大瓜牛。它们以蔬菜、花卉等等农作物为食，所以自从非洲大瓜牛大量出现之后，也让农夫感觉到非常的困扰。用心照顾的农作物与嫩芽，非洲大瓜牛可都不会轻易的放过。可怕的是，非洲大瓜牛饥饿的时候，甚至会取食纸张和同伴的尸体。有些报道甚至指出，非洲大瓜牛还能够啃食以及消化水泥，危害500多种作物。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的入侵物种专家小组 ISSG 将其列为世界100大外来入侵种。不只是台湾的非洲大瓜牛，有些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非洲大瓜牛还会传播病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深受其害。非洲大瓜牛可怕的地方不单单只是因为喜欢吃东西，重点是繁殖的能力高得吓人。一年约能够生产5到6次，一次平均能够生产超过100颗卵，栖息于菜地、农田、果园、公园、杂草丛生以及腐殖质的土壤里头、枯草堆、洞穴或者是石块底下，大约4个月左右就能够长为成体，开始大肆的破坏。美国佛罗里达州从1966年开始被带入第一只非洲大瓜牛之后，在7年内，它们就成了为数17000多只的庞大族群。当地政府每年会花费100万美元对付瓜牛，但是到了雨季过后，它们又会爆炸性的成长。当地一只母瓜牛最多能够产下超过1200颗卵，并且会疯狂的吃石灰质来补充钙质，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像是水泥这类的物质，来促进自身外壳发育。那么台湾的非洲大瓜牛是怎么来到这片土地的呢？根据调查台湾的日治时期，1932年由台北帝国大学日籍教授下条九马以食用因素擅自从新加坡将非洲大瓜牛引入台湾，后来因为缺乏计划且繁殖力强等等因素而供过于求。大部分的非洲大瓜牛颜色比较深，也会分泌黏液。泰国有些品牌还用特殊的技术将瓜牛的黏液变成保养品，成为了相当具有经济效益的产品。而在台湾的野生环境当中，如果幸运的话，有些人可能会看过白玉瓜牛，它们一样是从日治时期就被引进台湾，甚至这种白色的白玉瓜牛还一度被当作宠物来饲养。一开始每对要价20万元，价格相当惊人。但是如果最基本、最常见的应用，还是在最早期的台湾菜炒螺肉上面。早期台湾菜炒螺肉就是取食这种非洲大瓜牛，将这种动物拿来吃，其实是备受争议的。因为在科学上面来说，瓜牛肉其实是一种具有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肉品。每100公克只有78大卡的热量，蛋白质更高达16.7克，比鸡肉还来得高，脂肪更是只有0.7克，远低于鸡肉的19.9克。所以说这也被认为是不错的蛋白质来源。但是瓜牛肉必须要完全熟食，为什么呢？因为野生的非洲大瓜牛其实是带有多种的寄生虫和病菌，人眼根本不容易察觉。1985年，知名的酱油品牌金兰酱油的第2代中秋贵，他就误信了吃瓜牛能够补身体，因此和家人生吃自养的非洲大瓜牛，而因此感染了广东注血线球症，包含了中秋贵夫妻俩，还有母亲钟灵夭、长子钟德富、次子钟德相继身亡。当时完全震惊了台湾的新闻界。这种瓜牛肉起码需要摄氏70度以上，以及2至3分钟以上的料理时间之后才能够安心食用，否则是非常有可能因为生食而感染了广东注血线虫，造成其他严重的脑膜炎而危及了生命。
所谓的广东猪血线虫，就是非洲大瓜牛阔鱼体内的寄生虫。如果人类吃下肚，线虫进入人体内之后，可能会导致脑炎、脑膜炎，严重更会昏睡及死亡。在这起事件过后，奇美医院加护病房医师陈志金就在脸书发文表示，不只是阔鱼、瓜牛、福寿螺也会，不只是在生吃阔鱼、瓜牛，就连他们爬过的蔬菜都有可能会有传染的风险。所以说，他也提醒大家，虽然食用非洲大瓜牛是在热炒店相当容易见到的菜色，不过如果烹调的方式有误，是非常有可能危及生命的，千万不能轻忽。不管是政府或者是农民，甚至是家长，也都会担心孩子会不会在公园玩的时候碰到非洲大瓜牛而引来危险。所以说，自从世界上大家开始发现非洲大瓜牛的危险之后，就不断的研讨要面对非洲大瓜牛的方式。1965年12月9日，联合报就曾经报道了农业学术事业奖的得奖者邱瑞珍女士。邱瑞珍女士在民国48年的时候，发现台湾的非洲大瓜牛给予农作物的破坏太大，农民们开始使用了各种方法，却没有消灭这种软体动物的方式。邱慧珍看到这种情形，花了3年多的时间，整日埋首在研究室内。最后，他终于在美国的夏威夷引进了一批玫瑰瓜牛，因为玫瑰瓜牛的食物就是非洲大瓜牛，而邱瑞珍就抓住了这个天敌的原理，放出了大批的玫瑰瓜牛。因而，邱瑞珍成为了农民们最受欢迎的朋友。现在台湾主要的移除方式依旧是以友善环境的人工移除方式为主。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的文章《虎纹非洲大瓜牛之简介与防治》这篇文章当中，也介绍了一些面对非洲大瓜牛的应对措施，包含了清除田间周围的杂草，并且维持田区的干燥。勿将枯枝腐叶、废弃之农用资材随意的堆积。如果将这些环境整理干净，可以让瓜牛没有办法在其繁衍躲藏，并且也可以参考核准登记使用于防除非洲大瓜牛之药剂，包含了6% 以及3.25% 的聚乙醛饵剂，加以诱杀防治。这些也都是目前台湾环境对于非洲大瓜牛的应对策略。有些农业专家也在网络上跟大众分享面对非洲大瓜牛的移除心得。有些人会使用苦茶籽榨油之后剩余的残渣，也就是人家在讲的所谓的苦茶粕。苦茶粕遇水之后会溶解出皂碱，也就是皂素，能够对这些软体动物造成刺激，而大量的分泌黏液，最终因为体液过度流失而死亡。一般的施用方法可于浇水或者是雨后，在土壤仍潮湿的时候，直接将苦茶粕撒在上面，也可以将苦茶粕泡水过滤之后淋洒。苦茶粕会自然的分解，并且含有肥分，被现在认为是解决非洲大瓜牛入侵问题在农田间不错的解决方式。台湾的野生环境当中的外来种，从人的角度出发，大部分都被认为是有害物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繁殖的速度真的快到无法控制。想象非洲大瓜牛的肚子满满的蛋孵化之后，在校园的墙面、地面，特别是雨天之后出没。所以说，在现在许多生态老师也都试着带着学生以安全的方式进行非洲大瓜牛的移除作业，让孩子们从小就能够透过行动方式明白台湾这片土地上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甚至尽一份心力，这也是让人感到相当欣慰的事情。今天的影片我们介绍的是非洲大瓜牛，最让人觉得悲剧的是，竟然酱有全家集体食用非洲大瓜牛而丧命的新闻，这也警惕了世人非洲大瓜牛可怕的地方，还有寄生虫的问题会造成多严重的危机。期待未来非洲大瓜牛能够在台湾被转化成不同的移除方式，像是前面有提到的瓜牛黏液萃取物，就是把瓜牛养在很高级的环境里头，让它们吃饱喝足，分泌更多的黏液。而在泰国农夫马尼玛的农场当中，也使用滴水的人道方式，促使瓜牛分泌黏液，从这些水和黏液的混合物当中提取瓜牛黏液的萃取物，分瓶装好，再卖给泰国当地负责处理瓜牛黏液萃取物的公司。亚丁国际公司的总裁说，他们会把一部分的新鲜萃取黏液做成精华液产品，然后把剩下的再磨成粉，会以化妆品的原料粉状的瓜牛黏液出口卖到南韩和美国。完全将非洲大瓜牛改头换面，既不用直接食用避免寄生虫问题或者是屠杀动物，却可以用好的环境让非洲大瓜牛更有价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介绍到这里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并且分享，记得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的最新影片。我是爱台湾的杰克，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晚安，拜拜。